叶城一直患有一种严重的皮肤饥渴症，他特意远离人群，生怕自己某个不经意间就泄露了这个小秘密。然而当他第一次遇到沈毅时，他心中只有一个词：完了。沈毅 C 大校园的男神，见过不少女生，但像叶城这么生猛的追求方式，他还是头一回碰到。第一次见面，叶城直接把他堵在厕所门口，竟然问能不能给我摸一下。沈毅愣住了，摸哪儿？叶城像着了魔一样，一把抓住他的手，狠狠地揉搓了一下，然后扑进沈毅的怀里，蹭了蹭。沈毅，这就是 C 大外语系传说中的高岭之花，为什么软乎乎的？后来沈毅才知道了叶城的病情，并答应帮他保守秘密。于是两人开始时不时上演贴贴抱抱举高高的戏码。但是沈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这是被占便宜了吧？一天，叶城又犯病了，猛地拉住沈毅的手，眼睛湿漉漉地哭着说：“那你想怎样？”沈毅顿时变身恶狼，一把把他搂进怀里，不要贴贴了，要亲亲。大灰狼捞到了掉进凡间的月亮。某天，外卖员敲响了某公寓的门，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打断了一对正在亲热的小情侣。吃完饭后，沈毅和叶城一起下楼拖拉机，电梯虽然小，却亮得像个爱情舞台。四周的镜子清晰地映出他们缠绵的倒影。沈毅在叶城面前体贴入微，所有的都藏在他们的亲吻里。叶城差点窒息了，沈毅的吻简直是火力全开，灼热的让人想喊停，却又舍不得。叶城挣扎了几下，沈毅终于松开了他，但那双目光依旧牢牢粘着他。电梯到了，沈毅温柔地将他额前的碎发拨到耳后，然后牵着他走出电梯。回到家，俩人开始看恐怖片，屋内顿时黑了下来。叶城紧张的连手指都开始捏紧了。就在沈毅的怀抱里，他看完了整部电影。回到寝室，刚洗漱完，叶城一脚迈上床，手机就震动了。沈毅发来了微信信息：沈毅第一次交女朋友，他简直把粘人演绎的淋漓尽致。叶城苦笑了好一会儿才回了他：沈毅，我怀疑可夫症有可能是你得的。沈毅迅速回复：我也觉得，但我不可夫，我可你。第二天一大早，沈毅比平时起得还早，可是他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去女寝或者食堂，而是跑去了大门口。他昨天和家里的阿姨商量好，今天3餐继续送过来，但他没想到送餐的竟然是他嫂子楚林。楚林笑着对他说：他要吃什么就告诉我，你们食堂能有什么好吃的？沈毅差点忍不住翻白眼，心里想，我们好歹也是 C 大，食堂的饭菜质量绝对过得去。但是为了叶城，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解释，其实食堂的饭菜不错，就是我在网上查过，女生在例假期间最好要注意饮食，才麻烦阿姨了。顺便多了个和叶城见面的借口。楚林看着他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忍不住笑，那就好，反正我都不信你能从食堂里弄到什么特别好吃的。沈毅没再说什么，拿着早餐直奔食堂。刚落座，叶城就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递给他一个保温饭盒：别麻烦了，我身体挺好，不像其他女生那样痛得要命。沈毅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你这态度也太直接了吧。然后他迅速打开饭盒，一边摆弄里面的东西，一边说道：你先吃，我去买早餐。叶城瞪了他一眼：你倒是吃呀，怎么连你自己早饭都没有？沈毅只能默默地低头吃饭，心里想，真是亲嫂子，连个早饭都没有，还让我当现充去买。突然，叶城的爸爸叶志胜不知从哪冒出来，带着叶城的行李来到学校。叶城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向班主任请假，匆匆收拾行李，拖着箱子走。他的手机里发了一条微信给沈毅：我爸来了，先走了，没时间再和你说了。沈毅见信息没回复，心里有些失落。直到车子上了高速，他总觉得有辆车跟在后面。叶城透过后视镜一看，心里猛地一紧，那不是沈毅的车吗？他下意识拿起手机想打给沈毅，但又一想这是高速公路，还是放弃了。他心里琢磨，应该不是跟着我们的吧？如果是的话，看看前面服务区停车不就知道了。不到15分钟，叶城到了停车服务区，他往后一瞧，沈毅的车也停下了。叶城把爸爸和司机支开后，立马拨通了沈毅的电话。电话还没接通，车窗突然被敲了2下。他抬头一看，沈毅已经站在了车外。他不敢相信，你怎么跟来了？沈毅有些无奈，单手支着车门，一边抱住他，一边说道：我就是觉得你走得太急，想跟上你们的车，结果被你们甩了个措手不及。叶城心里五味杂陈，笑了笑，摸了摸他的手指：没事，谁都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不怪你，但我觉得我们如果想长久在一起，得每次遇到问题都坦诚沟通。沈毅眼神亮了亮，虽然心里是战友欲作祟，他还是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忽然，沈毅转身敲了敲车窗，用食指示意他把车窗放大一点。叶城照做后，下一秒，沈毅的手就放在了他后心上，然后吻了下去，吻得越来越深，直到理智终于回来了，沈毅才松开他，低声说：好了，我上车了，记得想我。叶城羞得脸红，赶紧把车窗升了上去。沈毅盯着玻璃看了2秒，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车里。几乎就在他坐进车的瞬间，叶志胜和司机回来了，看起来完全没发现什么异样。2个小时后，叶城终于回到了家，吃完饭时间还早，他就回了房间，没什么故事。屏幕里
突然出现了沈毅的腹肌，水珠在上面滚动。叶城瞬间愣住，赶紧把手机盖在被子下面，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你就不能安分点吗？沈毅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叶城忍不住催促，你快把衣服穿起来啊！沈毅轻笑了2声，叶城能听到他那边窸窸窣窣的声音，显然他在忙着穿衣服。好了，宝宝，手机翻过来，让我看看你。沈毅的目光透过屏幕直勾勾地盯着叶城，突然一脸神秘地说道：“给你看个东西。”接着镜头一转，沈毅竟然把乐高宫殿对准了镜头。你等我一下，我关个灯。啪嗒一声，灯关掉了，但宫殿乐高中的灯光却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沈毅转了个圈，360度展示着自己的杰作，一脸自豪。没什么难度，不过还挺漂亮。叶城忍不住笑了笑，很漂亮。沈毅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温柔，希望有一天你能亲自过来看。叶城听了，心里暖暖的，含糊的应了一声，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于是两人隔着手机聊了很久，沈毅去吃饭都不忘把手机带着，搞得叶城一度觉得他是不是就差把手机绑在身上。第二天，叶城刚掀开被子下床，推开房门时，眼前的场景让他瞬间愣住。继母苏乐琼捂着肚子坐在徐萌房间门口，走廊地板上还有个花瓶碎了一地。苏乐琼抓住叶城的胳膊，声音颤抖：“我肚子好疼。”叶城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肚子，却看到一片猩红，眼前一黑，心跳骤停。他赶紧扶着苏乐琼往楼下喊：“阿姨，阿姨，快来人！”楼下的阿姨听到声音立刻上楼，刚到拐角处就被惊得瞪大了眼睛，看到地上一滩血，佣人阿姨几乎吓得要晕倒。别管了，快打电话叫120，快让司机过来。赶到医院后，叶城在外面焦急地等着，心里乱成一团。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竟然把沈毅给忘得一干二净，脑袋里满是苏乐琼的血迹。等苏乐琼被推出手术室时，叶志胜风尘仆仆地赶到，气喘吁吁地看向叶城，眼里满是焦虑。叶城也抬起眼，直视着父亲。孩子没了。这一刻，叶志胜仿佛一下老了10岁。他拍了拍椅子，示意叶城坐下。爸爸想和你说件事。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徐家那么大的产业，我打算交给你。如果你同意，我就送你去国外学金融。叶城愣了一下，这个提议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本来有很多坚定的目标，也许会拒绝，但他此刻脑海中却闪过了沈毅的身影。沈毅那样的家世站在他身边，自己若想长久的在一起，显然也得足够优秀啊。回到家时，花瓶的碎片和血迹已经被清理干净。叶城快步走向卧室，刚好沈毅的电话打了进来，最迟1个小时我就到了。叶城无奈地把地址发了过去，心里想着他怎么这么执着。沈毅按照地址找到叶城的别墅时，叶城正傻傻地站在门口，像是个迷路的小猫咪。沈毅立马熄火停车，还没走近就皱起了眉头。大冬天的，怎么站在外面吹冷风？不知道在屋里等着。叶城立马伸出了双手，沈毅叹了口气，迅速将他搂进了怀中。叶城，你迟早得把我吓死了。刚才我手机里听见你尖叫的声音，什么写不写的，喊你也没回应，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传进耳朵，前后不到10分钟又突然安静，能不让我担心吗？叶城抱着他的腰，轻轻在他怀里蹭了蹭，低声道：“对不起。”然后他突然停了停，转头看着沈毅，像是突然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我有件事想和你说。沈毅心头一紧，什么事？其实高2的时候他就试探性地问过我，高考前后直接挑明了，但是我没有答应，我对他的产业没什么兴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沈毅凝视着他的眼睛，语气温和：我不能给你任何实质性的建议，毕竟这是关你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关系到你的命运。但不管你是选择做大学老师，还是成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对我来说都一样，你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清楚想要什么。叶城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我明白。沈毅的眼神变得柔和，他继续道：其实我也有件事想告诉你，之前我被其他事情耽误了，正好今天你提了这事，我也一并说了，是关于我读研究生的事情。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吗？我本来也打算出国读书，但是因为我妈的病耽误了，研究生大概率会去国外增加些视野和知识。你父亲在提到这件事之前，不也是打算让你出国读研吗？你有考虑过吗？叶城点了点头，我考虑过。沈毅伸出食指指了指他的心脏位置，那就跟着他走吧。叶城，答案其实一直在你心里。沈毅两手空空的跟着叶城回到包间，齐安一脸惊讶：喂，你买的啤酒呢？沈毅脸不红心不跳。后面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搬了1箱啤酒和2大瓶饮料进来了。叶城一坐下，瞟了眼韩微微，悄悄凑过去问：你跟沈毅说了请示的事？韩微微点点头，表情无辜：我们不清楚你具体的情况，怕你忍着，还是觉得跟沈毅说一声好。叶城忍不住轻笑了出来：哦。韩微微在一瞥沈毅那虎视眈眈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压低了声音：沈毅这是吃醋了吧？叶城无奈地点了点头。韩微微，有些男生表面上看着成熟稳重，其实内心的幼稚简直令人叹服。这边两人还在说话呢，
沈毅已经悄悄在桌子底下牵住了叶城的手，一副宣示主权的样子。随着菜一端上桌，转到齐安面前的是一盘虾，他二话不说，熟练的剥了2只虾，放到韩微微碟子里，动作娴熟，一看就是多次操作。沈毅看了，觉得自己也得加把劲，忙不迭学着剥了2只虾递给叶城。齐安一看这架势，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夹起1只虾，蘸了酱料递到韩微微嘴边。韩微微还没反应过来，直接吃了下去。沈毅立马效仿，叶城疑惑的抬眼：“你干嘛？”沈毅淡定的回：“吃掉。”叶城看了看四周，发现大家都抬头盯着他们，顿时有点不好意思。但在沈毅凌厉的目光扫过后，大家立刻低头装傻。他这才慢吞吞的把虾吃了。齐安故意惊呼：“哎呀呀，乖乖，你嘴角沾了酱料，我来给你擦擦。”韩微微还没搞清楚齐安发什么神经，嘴角就被偷袭了。你，齐安笑嘻嘻抓住他要打人的手，示意他看向沈毅那边。沈毅下意识的想学样，被叶城一把推开，顿时回过神来，狠狠瞪了齐安一眼：“你耍我呢？”齐安忍不住大笑：“你跟我学什么？别是谈恋爱谈傻了吧？”沈毅暗骂了一声。高斯实在受不了这无聊的竞争，起身拉着赵一晨就走：“别拦我，我不配在这种地方待着。”赵一晨跟着起哄：“走，要走咱俩一起走。”沈毅和齐安异口同声：“慢走不送。”结果高斯和赵一晨互相看了一眼，同时默契的坐下开始剥虾。叶城几个女生都看呆了，不明白他俩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剥完后，2人互相喂了对方一口，然后咬牙切齿的嚼了起来。林敏见状，笑着推了推魏若若：“咱俩也来一个。”魏若若捂着额头摇摇头：“不行，我快被他俩笑死了。”其他人也都忍俊不禁，包厢里很快充满了欢乐的笑声。这应该是考试前的最后一次彻底放松。几个人合计了下午的活动，决定去 KTV 唱歌。韩微微可算是个麦霸，经常和齐安一起去 K 歌。听齐安说，沈毅唱歌超级好听，但除了他们宿舍，估计没人听过他的歌声。今天正好有机会看看叶城能不能目睹沈毅的歌喉。赵一晨的歌技也不赖，倒是高斯完全是个喊歌王，跟着节奏就成了，他自己倒是挺自信。齐安和韩微微互补，唱得不错，但也只是标准不出彩的程度。林敏跃跃欲试，可他那嗓音总是飘忽不定，魏若若只能勉强跟上歌曲的高潮。一共8个人，除了叶城实力未知，剩下的基本是韩微微和赵一晨的舞台，歌几乎都被他们俩包圆了。唱了10来首歌，赵一晨实在顶不住了，举着话筒对沈毅喊：“毅哥，来一首吧。”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沈毅身上，沈毅倒是毫不扭捏，直接起身点了一首歌。当前奏一响，叶城突然一怔，抬头看向沈毅。沈毅递过话筒，一起唱。叶城愣了一下，接过话筒，点了点头。沈毅点的正是上次告白时的背景歌 You Can Trust in Me。这首歌一直在叶城的音乐播放器里循环播放，是他的私密循环曲。韩微微拍了拍林敏和魏若若，偷偷拿出手机准备拍摄。这首歌本来就是男女对唱，沈毅一开口便惊艳了所有人。唱歌的声音总是比说话时更具穿透力。这首歌旋律简单，最适合情侣唱。沈毅的演绎更是甜蜜而柔美，仿佛沉浸在热恋中，满满的爱意无处隐藏。叶城的声音如他人一样清朗，但听到沈毅那毫不掩饰的深情，竟然散发出一种娇憨的甜美感。Surrender， 卸下防备吧 ，Baby please surrender， 宝贝，请卸下你的防备。I will be so tender， 我会极尽温柔。If you trust in me， 如果你相信我。歌声结束，掌声如潮水般涌来，韩微微差点把手拍肿了，立刻起哄：“亲一个，亲一个！”沈毅笑得不以为然，反正都是男女朋友，亲100个都行，只怕叶城不愿意。叶城倒不是不愿意，私底下做什么都行，人前总是觉得有点放不开。一开始只是几个人起哄，结果越闹越大，沈毅已经开始怀疑韩微微是在复仇。记得当初他和齐安刚在一起时，他们寝室也曾经起哄过。沈毅认命了，拿过旁边的外套把叶城头顶一罩，随即抓着外套把他拉近，亲了一下。韩微微笑得像个疯子，仿佛终于在他俩身上看到了谈恋爱的真谛。亲吻结束，沈毅把叶城连人带衣服按进怀里，调皮地问：“好了没？”韩微微继续拍手，气氛爆棚：“可以可以，简直太完美了。”叶城在外套里扭动着，等了好一会儿，才像个蜗牛一样探出头，坐直了身体。沈毅就这么轻轻抱着他，两人一起听完了剩下的歌曲，直到歌曲结束，沈毅都没有再开口。下午的时间一晃而过，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几个小时下来，气氛越来越松散，最后几乎都开始摆烂，只有韩微微还在坚持唱歌。她甚至拉着叶城一起合唱了几首。叶城唱的也不错，真没想到。傍晚分开时，叶城想一起回学校，没想到沈毅从后面突然以身高优势将他钳制住，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另一只捂住他的嘴。他被我绑架了，你们识相点，赶紧走。韩微微等人一脸坏笑，沈毅玩的还挺花，绑匪 play 啊。叶城觉得他们脸上的笑有些不太对劲，但他也没办法，大家已经打车走了，他只好跟在绑匪后面，成了他的人质。人质在劫匪的带领下进入了贼窝，刚坐下没多久，沈毅就开始不老实了。叶城觉得男生谈恋爱时真是个大流氓，轻轻摸摸就变成了手脚不老实，感觉像是发情期的动物一样，整个人扑在你身上，完全不管自己有多重。
可怜的叶城，他自己也有点意志不坚定。今天白天没能依偎在沈毅怀里，眼看着沈毅开始缠着他，心里倒是有些期待。这段时间，玄关见证了他们不该发生的事情。过了好一会儿，沈毅终于松开了他，不过嘴巴离开了，他的腰依然被他霸道地握着。走，带你看看冰箱。沈毅推着他走向冰箱，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各种蔬菜和水果。你买这些干嘛？叶城困惑道。你准备做饭？沈毅从身后把他抱住，低声贴着他的耳朵。我可以试试。叶城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些黑色的黑暗料理，他怀疑沈毅的厨艺水平。你这是蓄谋已久。叶城不解。沈毅得意地说，蓄谋已久。不，我这是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叶城更迷糊了。沈毅一副傲娇的样子。那当然。你想啊，我们总有一天会同居吧，不能总是吃外卖吧？请个阿姨不就打扰咱俩的世界了吗？叶城看着他那副求夸的表情，心想这个男人想的倒是挺远。你不声不响的想了这么多。叶城忍不住问。沈毅自信的回答，这可是前任的经验啊。我哥和嫂子结婚时他不会做饭，我嫂子也没时间做，结果他就自己学了。不得不说他做饭还挺有天赋。叶城刚想问他今晚要做什么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他拿出手机一看，是孟阳打来的电话。余光扫到沈毅的表情，明显感到他一愣，然后就松开了他。叶城迅速按住他腰间的手，接通了电话，并按了免提。喂，学长。叶城，翻译室要聚餐，叫我转告你一下。叶城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不好意思，学长，我可能没空。没关系，我就是例行问问，你每次聚会都不参加吗？叶城轻笑，不好意思，真没事。前几天你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学校，没能跟你说句话，幸好沈毅在你身边。孟阳笑了笑，继续说，你不知道吧？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几个年轻老师还在八卦你俩。叶城忍不住笑了。好了，没事了。之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没祝福，祝你们永远幸福。谢谢。叶城轻声道。孟阳这才挂了电话。沈毅听完后，忍不住咳了一声，感觉有些不自在。毕竟吃醋的事情一提起来，他就感觉自己有点小心眼。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他说的有些不确定，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叶城笑了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接近我，但那个时候，孟阳对我来说只是学长，不是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要解释。沈毅皱了皱眉，还是有些不太高兴。他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学长，朋友，谁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叶城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沈毅，你也知道，我不喜欢那种暗示。孟阳对我来说就是学长，最开始我们只是同学间的帮助而已。我没觉得他有任何超越那个界限的行为，所以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你会这么生气。沈毅的眼神变得温柔一些，可是那时候你完全没有告诉我这些，让我自己胡思乱想。对不起。叶城低声道，我当时确实应该告诉你更多，但每次和你说到孟阳，我都会有些犹豫。我不想让你误会，也不想你不高兴。沈毅沉默了一会，最终叹了口气。我知道，都是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就是怕你被别人关注，哪怕是那种你认为不重要的人。叶城忍不住笑了。你就是那么护着我，哪怕是最小的事也能让你吃醋。沈毅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也想做个大度的人，但遇到你，我就是没办法保持冷静。他弯下身子，抬头看着沈毅的眼睛。那你现在冷静了吗？沈毅看着他，眼中没有了之前的焦虑，反而充满了柔情。现在只想一直陪着你，什么都不想。叶城微微一笑，那就这么说定了。沈毅轻轻抱住叶城，感觉到他微微的颤抖，心里又疼又愧。他的手臂环住他，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你父亲当然是爱你的，只是他那时有自己的难处，身不由己，而你又太坚强，总是把所有的压力都背在自己身上，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叶城静静地靠在他的胸膛，感受着他的温暖和安全感，心中的痛苦渐渐平复。我知道我父亲对我有爱，只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他真正的关注。你不必一直去解读那些复杂的情感，有时候父母的爱是默默付出的，虽然方式不尽相同，但那份心意始终在。沈毅低声安慰道。叶城微微点头，我明白了，可能我一直太过自责，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可是有你在，我觉得好多了。沈毅轻轻揉了揉他的发丝，你本来就很好，别再自责了，我会一直陪着你，做你坚强的后盾。他微笑了一下，抬头望着沈毅，眼神中有了几分释然。谢谢你，沈毅。傻瓜，谢什么？沈毅低声笑了，心里涌上一股温暖的情感。两人就这样静静地依偎在一起，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与温馨。沈毅的动作越来越快，心里想着，如果叶城回头看到那把伞，他肯定会知道自己不打算回学校，每一步都做得异常小心，以免留下蛛丝马迹。他在杂物间整理了一下，心满意足地关上门，脸上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然后他走回厨房，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检查了一下，窗户没关紧，得再去关一下。叶城疑惑地抬头看了看他，你怎么这么着急关窗户？好像你更在乎雨的样子。沈毅故作镇定地回答，不是，我只是怕雨水灌进来，湿了地板。他笑了笑，继续站在厨房门口看他。叶
叶城低下头继续拆菜，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没有继续追问，毕竟沈毅一向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沈毅忍不住在心里偷笑，心想今天看来是可以顺利完成目的了。不过他也开始有些担心，如果雨停得太快，自己就失去了这个借口。他走过去，伸手把他手里的蔬菜接了过来。我来切吧，你休息一会儿。叶城有些惊讶，但也没说什么，默默地站到一旁，看着沈毅开始忙碌。他突然有种感觉，沈毅似乎变得更加细心了。沈毅切菜的动作愈发利落，但心里却在琢磨着下一步的计划。突然一阵风吹过，窗外的雨声更加猛烈。沈毅的嘴角不自觉上扬，心里暗自庆幸这场雨下的正合时宜。沈毅看着叶城开心地从冰箱里拿出速冻水饺，心里松了口气，心想这次虽然不能顺利调皮一把，但至少不会让他饿肚子了。笑了笑，转身开始拿锅准备煮饺子。叶城轻轻笑着，终于肯低头了。低头什么呀？我就是想给你做顿饺子。沈毅一边把饺子放进水中，一边调侃道：以后你就享受我做饭的日子，毕竟我这厨艺也是没得说的。叶城轻挑眉，看你能不能做出个样子来。沈毅忍不住低头偷笑，心里暗想，包水饺这种事对他来说虽然简单，但也能让他开心就好。看来他得学点新招了，以后还是得打破他对自己不会做饭的印象。不过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先吃这个水饺，天气不好也没法出去浪，等雨停了再做点别的。沈毅补充道。叶城点点头，好啊，反正我们也不急，今天就放松一下。厨房里弥漫着水饺的香气，沈毅忍不住又开口，要不等吃完水饺，我再去开车找个地方看看电影。叶城笑了笑，你才刚开始做饭，现在就打算逃跑？沈毅愣了一下，随即放松了一些，我就是想你做的水饺吃完后，可以再去吃点好吃的。咱们的电影之夜不就是这样的安排吗？叶城一边看着他煮水饺，一边想了一下，点点头。好，那等雨停了，咱们一起去看电影，也算是个小冒险。两人又开始轻松聊起未来的计划。沈毅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休闲时光感到十分满足，心里一阵暖意。他低下头看着逐渐浮出水面的水饺，忍不住笑出声来。今天似乎会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沈毅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却偷偷瞄向窗外，心里默默祈求着雨越下越大。毕竟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不让叶城回学校，他当然希望天气能给点帮助。不过转瞬间，他又注意到叶城在说他吃醋的时候，眼底似乎带着些许调皮。你是不是在故意找茬？沈毅瞥了他一眼，继续低头吃水饺。叶城无辜地抬起头，我哪有啊，就是随便说说。沈毅不就笑了，你倒是个性子十足的人。他拿起筷子，把最后一个水饺送到嘴边，但你放心，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吃醋的人。叶城挑了挑眉，哦，那你刚才怎么表现得像个醋坛子一样？他故意模仿沈毅刚才那种夸张的眼神，声音里满是揶揄。沈毅低头轻笑，那是因为你总是在我面前展示出那么多不需要的魅力，才让我这么关心你，怕你被别人抢走。他抬起眼，眼神温柔而深沉。叶城一时愣住，嘴角不自觉弯起。你这个人真的挺会说话，我是认真的。沈毅认真地看着他，如果你觉得我在你面前有些控制欲，那就怪我太喜欢你了。叶城微微扬起下巴，似乎有些怀疑。太喜欢？沈毅笑得更加柔和。我怕有一天会被你打败，所以现在我可不敢轻易放松警惕。他故意加重语气，瞪了他一眼。你可别真让别人觉得你能随便找个男生就把我抛下了。叶城脸上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红晕，他轻笑，你真是自恋。沈毅听到这话，眼神闪了闪，随后将他的手轻轻握住，说吧，接下来想做什么？雨倒是有点小了。叶城有些意外，你不着急我回学校？沈毅微微眯眼，嘴角扬起一个微笑，我今天就想和你一起待着，雨停了也不急。这时厨房的钟表滴答作响，气氛变得更加温馨。沈毅终于忍不住低声说，我们就这样一直待下去吧，直到永远。叶城的心突然跳了一下，抬眼看着他，那你可得对我好一点。沈毅一脸真诚的回应，你不让我对你好，我就像个摄魂的男人。凌晨3点，叶城还在熟睡，突然手机铃声把他震醒了。他闭着眼睛咕哝一声，费力地睁开眼接电话。喂。他刚醒的嗓音软糯又慵懒，沈毅听了心都化了，甚至连音量都不敢太高。宝宝，起床了，我在你家门口。叶城立刻挂断电话，急忙起床，衣服睡觉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他穿好后刷了个牙，洗了把脸，头发乱糟糟的，围巾随便一裹，拎起包就飞奔了出去。气喘吁吁地跑出来时，沈毅已经在车旁等他，车里还有魏硕，3个人大约在1个半小时后就会到达山脚下的停车场。然而就在这时，路边有个女生举着手机的光在拦车，前面150米处停着一辆车。沈毅第一反应是什么女生？大半夜的一个人上山。但下一秒，叶城突然拉了一下他的袖子。沈毅，把车停下。女生看见车窗降下，开心地笑了笑。谢天谢地，终于有人看见我了。小姐姐，我车抛锚了，但我不会换备胎，能不能麻烦你男朋友帮忙一下？魏硕从后座偷偷看清了女生的脸，漂亮，但又觉得有点眼熟。虽然他一向不爱纠结这些，
但看到这种类型的，还是立刻下车了。来，我会换。沈一看着这一幕，心情突然有些复杂。就在刚才，他还觉得魏硕挺顺眼的，结果现在他发现自己也有点不爽了。小小的占有欲在心里慢慢升腾。不管她是哪儿的女孩，能不能不要对我女朋友这么好？女生愣了一下，显然是被魏硕吓了一跳，但她很快恢复了表情，转身领着魏硕朝他的车走去。魏硕这个典型的骚男，看见美女就像被电了一样，动弹不得。帮忙换完备胎后，他还笑嘻嘻的打算蹭车。你们也是来看日出的吗？女生笑着问。魏硕一边擦手一边笑。对呀，你呢？怎么一个人？女孩子半夜上山不太安全吧？女生耸了耸肩。没事，我习惯了，想看日出就去看。昨晚看到朋友圈有人说要看，想着行，那我也去。魏硕突然觉得背后有些凉意，瞬间联想到了什么。昨晚他发过一条要看日出的朋友圈，难道他是为了他的朋友圈来的吗？他低声说，你朋友感情真好。魏硕笑了笑，低声答道，毕竟这是第一次谈恋爱，珍惜着呢。继续出发时，叶城的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可能是山顶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变得愈加急切。最后一段路，山顶近在眼前，沈一再也顾不上什么，直接将叶城整个人抱了起来。这还没完，他开始跑了起来，叶城被吓得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下一秒，沈一居然抱着他转了2圈，然后像风一样冲向山顶。林诗睿见状，一边笑一边拉着魏硕也小跑跟了上去。此时天色已微微亮了，山顶上只有他们4个年轻人。沈一轻轻地将叶城放下，扶着栏杆望向远方，柔和的光线透过层层空气洒在他们身上，黑夜笼罩下的万物逐渐苏醒，东方的红色渐渐变成了温暖的橘红，太阳也慢慢露出了笑脸。林诗睿拿起手机相机，调整好参数，朝着他们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红日渐渐从地平线升起，沈一没任何预兆的突然将叶城揽进怀里，轻轻亲了下去。林诗睿心里狂叫了一声，迅速拿起手机连拍了好几张。随着阳光缓缓爬升，橘红色的光线渐渐消散，太阳越升越高。林诗睿满意的按下了最后一键开门，站了起来，把手机递给叶城。叶城接过手机一看，直接惊呆了，你拍的也太好看了吧，学摄影的吗？林诗睿笑了笑，我学的是播音，但摄影算是我的兴趣爱好。几个人又待了会儿，才慢慢下山。似乎是因为知道明天就要回去，叶城那晚被沈毅送回家的时间稍微有点晚，都快11点了。即便如此，沈毅还是不放手，一直把他留在了昨天的位置。就在2人亲得正火热时，又有一辆车经过，沈毅却轻松地将他抵在车上，动弹不得。突然响起，几乎把2人震飞。沈毅不悦地回过头，眼睛直直与叶之胜对上。如果地上有个裂缝，叶城肯定1秒钟就钻进去。在同一个地方，先后被妹妹和父亲撞见恋情，这一刻他的心情只能用想死来形容。沈毅的表情更是精彩，回头看到的竟是那张和叶城有些相似的脸，瞬间脑袋飞速运转。正常人看到小情侣亲亲热热都会选择绕道走，但这位不仅没有绕开，居然还鸣了个笛，简直就是在提醒他们。为什么提醒？这是一定和他有关系。那关系到底是什么？沈毅除了叶城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可能。男人虽然年纪不轻，却显得十分稳重，身材保持得很好，虽然坐着，但依旧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沉稳的气质，儒雅却不失锋芒。而那双眼睛看得出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更让沈毅心头一紧的是，这张和叶城极其相似的脸，他差点没站稳，但好歹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迅速调整好姿势，松开叶城的手，站直了身体。叔叔。叶之胜皱得更紧的眉头终于稍微放松了一点，心想还算机灵，没完全傻。进来。说完，他直接开车进了大门。沈毅在心里狠狠自我惩罚了一下，色字头上一把刀，今天终于明白了。沈毅跟着他走进屋，叶之胜摆出老丈人的姿态，淡定地说，所以之前他放假的时候，我的司机说后面有人跟着，是你？是我。沈毅瞥了一眼叶城，接着说道，不过那时候我又回去了，我是第2天才过来的。叶之胜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些，心里暗自想，这个小子倒也不算太蠢。进来。说完，他的车缓缓驶入大门。沈毅在车里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心里直叫色字头上一把刀，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沈毅一眼走进屋，叶之胜摆出一副老丈人的架势，慢条斯理的开口，之前他放假时，我的司机说有个人跟着他，那是你？是我。沈毅看了一眼叶城，接着解释道，不过当时我回去了，第2天才过来。叶之胜仔细打量了一遍沈毅，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气质上层，显然是从优渥家庭里培养出来的，看他那种眼神，和几个月前他去 C 市见过的贺总有些相似，姓贺， C 市人。叶之胜的眼睛微微一亮，突然问，沈凯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大哥。叶之胜愣了一下，心里明白了，贺家那可真是座大山，就算是像徐家这样的家庭，要去接近这座大山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怪不得他低声自语，突然明白沈毅这次能如此轻松地见到沈凯，还拿下了一个项目，原来全都是因为叶城的关系。
而且刚才沈毅说家里人知道他们的事情，想必沈凯对叶城的底细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天色渐渐暗沉，苏乐琼推了推叶志胜，天不早了。沈毅顺势起身，那叔叔阿姨，我先走了，明天我就回 C 市了，年关有些忙，改天再来拜访。他说完后，直到他消失在视线中，叶城才转身进了屋。叶志胜和苏乐琼依旧坐在那儿等他。叶城一坐下，叶志胜欲言又止，你的病症他知道也接受。叶志胜点点头，感叹道，我不了解他，但对于贺家的事我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只不过贺家真的是出情种啊。时间悄悄流逝，随着过年的气氛渐渐褪去，沈毅的心思却依然停留在见到叶城的喜悦上。开学的第一天，沈毅毫不顾及周围的目光，直接抱起叶城转了好几个圈。他笑得有些傻，怎么样，我终于把你带到了，来点掌声吗？叶城简直羞愤欲死。沈毅一边带着他，边与周围的同学打招呼，那些熟悉的面孔看向他们的目光让叶城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沈毅带着叶城往校外走，正好是饭点。叶城还以为他要带他去吃饭，结果他直接把他带到了公寓。他迅速在手机上点了2份外卖，随手放下手机，走到叶城面前，突然抱住了他。他的腰间被他一紧，瞬间落入他温暖有力的怀抱中，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炽热。叶城的回应依旧有些青涩，尽管他已经不再是第一次接吻，而沈毅简直是个老手，他的吻充满了热情，深深的让叶城无法自拔，每次亲吻都像是要将他吞噬。直到他感到难以呼吸时，他才稍稍放松，换个角度继续深吻。叶城的腿变得软弱无力，只能无奈地攀住他的脖子，任他为所欲为。沈毅的反应自然也不例外，尤其在这种亲密的时刻，所有的身体反应都合乎情理。上次他发病了，发生的事虽然出乎意料，但也能理解。而这次两人都完全清醒。终于他们的唇瓣分开，沈毅的眼中充满欲望，却又努力克制自己。额头的汗水已经开始细密地渗出，叶城心疼地用袖子替他擦了一下，柔声说道，去卧室。沈毅激动地一把将他抱起，迅速走向卧室。随着房门关闭，两人的衣服也随之掉落。3月的天气渐渐温暖，阳光透过云层，沈毅却像是从寒冬里跑出来，浑身汗湿。一切都始于前排女生给他看论坛上的帖子，看到那一刻，沈毅简直像是被雷击中，毫不犹豫地冲出了教室，完全不顾老师的阻止。齐安站了起来，笑着说道，老师，沈毅肚子疼，去厕所了。偌大的校园，沈毅一个人像风一样奔跑，穿过教室，绕过人工湖，再拐进主干道，穿过警官陵，最后跑到西门食堂的门口。他喘着气按下叶城的号码，电话刚接通，他就急切地问，你在哪？2楼。叶城有些愣愣地回答。沈毅几乎没等电话挂断，已经冲上了2楼，心跳得像鼓声一样。他知道只要见到叶城的眼神，一切的答案就能显而易见。他知道了。他几乎是瞬间跑到他面前，一把把他抱进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背，没事没事，有我在。叶城忍着眼泪，咬住嘴唇，点了点头。他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会忍不住哭出来。沈毅没有松手，而是转头对何若楠说，麻烦你把饭打包带回去，我送叶城回寝室。他轻轻握住叶城的肩膀，语气坚定，别担心，今天我们不去自习室了，下午让韩薇薇陪你待在宿舍，课可以不去上，请个假，保证明天早上出去一切都会被解决掉。叶城的手紧紧抓住沈毅的衣服，那种不安脆弱几乎让他快要崩溃。何若楠在旁边默默看着，最后还是把饭菜打包带走了，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饭上。叶城已沉浸在电脑前，浏览着那条火热的爆料帖子。C 大校花身患罕见饥渴症，有图有真相。皮肤饥渴症往往是因为从小缺乏父母的爱与亲密接触，就像一朵花没有阳光与水分，渐渐枯萎。情感上的渴求容易被误解为饥渴。叶城低声喃了一句，似乎在安慰自己。他深吸了一口气，才慢慢开口，帖子里的那张照片是我和我高中的班长拍的。曾经有个朋友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怀疑她男朋友喜欢我，就故意接近我，后来他把我和班长关在了一起。那张照片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我完全没想到他居然留着这张照片。张瑶小心地开口，所以你才会那么疏远别人。何若楠点了点头，大概是自我保护吧。叶城轻轻嗯了一声，对，我曾经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甚至依赖他，即使我不发病的时候也总是想抱着他，但一切只是他的恶作剧。后来我再也不敢在人前暴露自己的病症，直到遇见沈毅。虽然我们在一起了，但每次见到他，我总是恨不得24小时黏住他，时刻都想被他抱住，但我又怕他觉得我太粘人，所以总是忍耐。但是他每次出门都会牵我的手，这也让我稍微感觉到拥有和被拥有。与此同时，沈毅一路跑向校长办公室。凭借沈家在 C 城的地位，学校里的老师都给他3分薄面。他简洁地说明了情况，校长毫不犹豫地下令立即通知所有院系辅导员在系群里进行皮肤饥渴症的科普，并明确要求不得传谣造谣，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挂了电话，沈毅赶紧给沈凯打了电话，大哥，我有件事需要帮忙。他简单描述了情况。叶城的事情已经开始扩散，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你旗下不是有个直播平台吗？
有不少大主播吧，我想让他们帮忙科普一下皮肤饥渴症，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让社会更多人了解这个病，替叶城发声。这样一来，评论肯定会开始逆转。我们要让背后的人彻底身败名裂。沈凯一向相信沈毅，几乎是沈毅话音刚落，他就立即安排了人去处理这件事。沈毅猜的没错，学生们常用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了关于 C 大校花患皮肤饥渴病的战场。原本局限于学校论坛的讨论，迅速蔓延到了这些 App 上。不过，沈毅的速度快，沈凯的效率更快。别人可能会雇佣水军，沈毅也不差这一手。金钱的较量很快变成了这场战斗的主导力量。沈毅终于拨通了叶城的电话，却一直处于占线状态。他疑惑地看着手机，想着这会是谁打的电话呢？叶城确实在通话中，刚刚看完那条评论后，他便拨通了叶之胜的号码。他听着沈毅那边的饭店杂音，突然愣住了，低头一看，已经是下午1点了。沈毅一向是个准时的人，5分钟的约定总能在5分钟内完成。可不知为何，今天几个小时的分别，仿佛已经跨越了千山万水。叶城急匆匆地跑了过去，长发在风中飞扬，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回头看几眼，但他的脚步没有一刻停下。当他看到沈毅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脸上挂着一抹酷酷的表情时，他再也忍不住扑了上去。沈毅下意识地伸手将他抱紧，以免两人因惯性摔倒。叶城紧紧地抱住沈毅的脖子，什么话也没说。沈毅轻轻笑了笑，大手轻抚着他的头，一下一下温柔地安抚。就在这时，学生会长路过，两人没察觉他站在旁边。学生会长偷偷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沈毅猛地抬头，察觉到他后，学生会长指了指手机屏幕，然后轻轻滑动手指便走开了。沈毅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果然学生会长把刚才拍的照片发了过来。两人松开，沈毅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轻轻点开，看到照片时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笑。他伸出五指穿入叶城的指缝之中，彼此的手紧紧相扣，没有一丝缝隙。叶城在他的陪伴下挺直了背，目光坚定地朝着附近的执法机构走去。执法机构的长官接待了他，听完他的描述并看了他手机中的截图，一开始以为是大学生之间的小矛盾，劝他私下解决。但叶城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和解，不接受赔偿，也不接受道歉。长官，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沈凯的动作依旧迅速，第二天上午，两人就见到了忙碌的律师。见完律师后，叶城第一时间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起诉声明。C 大的学生纷纷留言支持他，沈毅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将昨天学生会长拍下的照片也发布到社交平台。两人因颜值出众，早已在 C 大小有名气，如今更因恋情被关注。叶城的皮肤饥渴症曝光后，众人对他们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随着学校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媒体的关注迅速转移，再加上两人在学校愈发低调，这件事很快变成了过眼云烟。下课，叶城正准备换教室去上专业课，突然接到了叶之胜的电话。那件事我查了，确实是你那个同学在作死，他们求情不成，又故技重施，蒋家想和岳家联手吞掉我项目，但好在我留了一手，所有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结合你自己的那些，可以直接去法院提起诉讼。叶城默默地听着，轻声道：谢谢，你和我客气什么？对了，过年时你答应考虑的事情，给我个答复吧。叶城，你想让你爸七老八十的撑着病体去公司吗？我倒是无所谓，但公司里的那些员工怎么办？我也不放心交给别人，你是我亲生的，虽然我们不像普通父女那样亲密，但这么多年，总该有些感情吧。快要上课了，叶城看了眼空荡荡的走廊，轻声答道：我上课呢，4月下旬是专4考试，等我考完试再给你答复吧。叶之胜一听，顿时露出了笑容。好好好，那你先上课吧。叶城因为父亲的这番话有些分心，完全没了上课的心思。他随手打开邮箱，查看了叶之胜发来的资料，又不禁陷入了对未来的思考，毕业后是否去国外的事，心中有了些许犹豫。但随即他就想到了沈毅，沈毅和他有着相似的打算，这件事不需要再纠结，因为无论怎样，他也不可能与沈毅分开。叶城虽然深知自己那点病是离不开人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喜欢异地恋。如果沈毅真的要出国，那么他势必也会跟着他走。而沈毅回到 C 市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叶城报平安。你拿的是什么？楚林见他手中拿着一包灰色包裹，随口问了句：哦，这个呀。沈毅举起包裹，还有1个月就是叶城的生日，我打算给他做个特别的东西，不过他第一次做不好，就多买了一些材料。楚林听后忍不住点点头，真有心，倒不像你大哥，生日礼物直接给卡片各种各样的。沈毅笑了笑，调侃道：大哥果然不愧是大哥，估计所有的浪漫都在追你的时候用光了。沈毅回到房间，把满天的照片一一摊开，他决定做一个微缩模型，记录下他们曾经在海边的那个美好时刻。那时的叶城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开心，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瞬间永远保留。这次他打算用滴胶来制作模型，希望能将他们生前时的画面完美呈现。沈毅还有一些想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他相信最终结果一定会让叶城惊喜。这段时间
两人都是通过视频保持联系，尽管每天都有固定时间，但叶城总是忍不住好奇沈毅到底在做什么。然而每次他问起，沈毅总是巧妙地回避过去。叶城自然也经历了几次落枕，难免觉得不适。你有没有热敷啊？沈毅笑了笑，随口回答：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对了，你学车怎么样了？挺好的，过2天就考科目2，暑假应该能拿到驾驶证。这么自信？当然，叔叔有说等你拿到证就给你买车。叶城点了点头，说了，不过家里有车，暂时不需要买。我现在还在上学，根本不急用车，考这个就是为了以后万一用得上。沈毅笑了笑，确实暂时不急用，不过以后如果真的有需要，车也是可以随时用的。你考车也是个好主意。两人继续聊了半个小时，直到叶城不得不挂掉电话。时间飞快，转眼10天过去了，沈毅这边似乎没什么动静。叶城不知道该不该主动提醒他从未提过自己的生日。他清了清嗓子，突然拨通了沈毅的电话，打开了视频。哥哥，叶城微微含笑，眼中藏着些许思念。我想你了。沈毅愣了一下，然后迅速从床上起身，走向浴室，边走边说道：等我一下。叶城没有说更多矫情的话，因为他确实想沈毅了，尤其是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他只希望能够和沈毅一起度过，不管是吃顿饭还是其他什么。视频没有挂断，直到沈毅忙完下楼，坐上车时，他隔着屏幕对叶城轻轻亲了一下。好了，挂掉吧，等我。叶城有些不舍得挂掉了电话，心中满是期待。他下意识地趴到床上，翻了个身，笑容洋溢。不一会儿，沈毅终于到达了。叶城已经在等了。见到沈毅的时候，他差点都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他女朋友吗？只见叶城穿着一件淡雅的杏白色流光连衣裙，肩膀处是荷叶边吊带设计，露出了她白皙而圆润的肩膀，以及精致的锁骨，长发随意盘起，脖部线条柔美流畅，宛如高贵的白天鹅。那柔和垂落的发丝增添了她的温柔与甜美，整个人看上去优雅极了。这件衣服把她内心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既高贵又可爱。沈毅下车，缓步走向叶城，他的目光如火般灼热，直勾勾地盯着他。沈毅微微一笑，轻轻抬起他的下巴，亲吻了他一口。我们现在去酒店吗？他那句简单的话语中却充满了深意。这次沈毅仍然住在上次的套间。叶城偏头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沈毅眼中的平静难掩其中的炙热，即便在白昼般明亮的电梯里，叶城也能感受到那份难以言喻的渴望，就像深潭中的水，静谧而深邃。沈毅的眉眼藏着一份无法言说的情感，那份深藏的热烈和坦率，在他每个眼神中都流入无遗。电梯停了，叶城还没回神，沈毅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推了推他的腰，示意他走出电梯。走廊上静悄悄的，叶城心跳加速，被沈毅牵着手，一步步走向房门。天色渐暗，灰蒙蒙的余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连对面的轮廓都能看得清楚。滴一声，门开了。叶城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沈毅温柔又坚定地推到了门上。他轻轻护着他的头和脖子，热烈地吻了上去。他有些懵，但也知道沈毅对玄关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耐心等待。沈毅的小心翼翼转瞬间变成了迫切，一只大手迅速扣住了叶城的脑后，发夹被他轻巧地拿下，黑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洒在他的肩头，他的一根手指挑起他肩膀上的细肩带，衣服的面料仿佛瞬间变得脆弱不堪，仿佛是即将征服的最后一道城池。杏白色的裙摆滑落，叶城不禁低下头，羞怯地依偎进沈毅的怀里。他的每一个动作从深情变成了无法抑制。卧室的门轻轻合上，空气中弥漫着彼此的气息。叶城的每一似乎都被沈毅的触碰所占据，他的鼻尖轻轻蹭过他的汗珠，温柔的动作让他的心跳更加急促。周围的昏暗并没有阻挡他们之间的火热，沈毅完全沉浸在这一刻的幸福里，与他一同享受这一切自然流淌的情感与欲望。叶城伸手轻抚沈毅的脸，感受到他唇角的温柔，他轻轻咬住他的手指，眼中满是爱意，那双眼睛仿佛只为他一个人存在。他低声在他耳边诉说：我爱你。这3个字简单却足够有力，充满了深情与温暖。大约2个小时后，卧室的门轻轻打开，沈毅走出房间，上身赤裸，肩上的红痕在灯光下尤为显眼。他摸索着掏出防腐插上，突然间的刺眼光亮让他微微眯起眼睛，感觉到一阵恍若未曾发生过的迷离。他捡起地上的衣物，挂好后走向餐厅，发现吴章提前准备好的饭菜已经冷了，便拨通了电话。片刻后，热腾腾的饭菜便送到了。他转身看向外面，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抱着叶城走进餐厅，桌上早已布置好了生日惊喜，餐桌上铺满了蜡烛和鲜花，中央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生日蛋糕，桌尾的画架上蒙着一块灰色的布，仿佛在等待某个特别的时刻被揭开。叶城抬头看向沈毅，眼神中有些不解：你知道我生日吗？沈毅傲娇地轻哼了一声：当然知道，只是我从来不会随便告诉你。怎么，居然觉得我忘了？叶城指了指画架上的东西。那是什么？
你画的画吗？沈毅摇了摇头，笑得有些狡黠。不是画，但它是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离你生日还有2个小时，我们先吃饭吧。吃完饭洗个澡，等到0点，我再给你惊喜。叶城点点头，正打算下去吃饭，却被沈毅一把抱住了腰。就在这吃。可是我坐你腿上怎么吃啊？叶城有些不好意思。就这么吃。沈毅霸气地说完，毫不犹豫地将切好的牛排递到他唇边。叶城没再推辞，饿得实在不行，一口接一口地吃着，也不在乎坐在沈毅腿上还是站着吃。沈毅倒是毫不急于自己吃，反而全程像个照顾宝宝一样，耐心地喂着他。叶城的身体有些疲惫，沈毅知道他可能是因为之前太过激烈，所以腰和肩膀有些不适。尽管他小心翼翼，但手一不小心用力过猛，依旧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压力感，像是疼却又不至于让人难受。他继续喂饭时，却开始有些不安分。叶城只好裹上他的大 T 恤，已经是最无力抵抗的时刻了。他干巴巴地瞪了他一眼，沈毅这才收回了手。终于等到叶城吃完，沈毅本想抱着他去洗澡，却不料刚进浴室就被他赶了出来，甚至从里面锁上了门。沈毅哭笑不得，心里只想：我这是被当成色狼了。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转身去了餐厅，把自己的那份饭菜吃掉了，顺便把叶城吃剩下的也都解决了。收拾完餐厅，他又把蛋糕和生日礼物搬到了客厅，准备和叶城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夜晚。叶城洗完澡后，穿着沈毅的 T 恤，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电影。沈毅倒了2杯红酒，轻轻放到茶几上，坐在他旁边。玻璃窗外的夜景映照在他们身上，沈毅偶尔捏着他的下巴亲吻，温柔而缠绵，仿佛周围的世界都不复存在。叶城靠在沈毅的怀里，睁开眼看到他脚下的小幅度晃动，透露着他的喜悦，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看，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肉了，还能不开心吗？他心里默默想着。电影即将结束，2杯红酒也见了底。沈毅起身去餐厅拿了一根蜡烛，轻轻点燃后走向了生日蛋糕。沈毅看了眼手机，离0点只剩下1分钟。这是我陪你度过的第1个生日，希望你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个生日，我陪你一起度过，知道吗？叶城点了点头，眼里满是温暖。沈毅微笑地伸手搂住他，来，许个愿吧。叶城闭上眼睛，在沈毅注视下默默许下了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和沈毅的心愿是一样的，只希望对方一切安好。他轻轻吹灭蜡烛，沈毅笑着伸出食指，沾了点奶油点在他的鼻尖上，许了什么愿？叶城一脸神秘，不告诉你，说出来就不灵了。行，那就不问，切蛋糕吧。沈毅笑得有些坏。叶城切了小蛋糕，和沈毅简单吃了2口，便开始不再有食欲了。他的目光不断飘向画架的方向，沈毅看着他的眼神，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先闭上眼睛，别偷看。叶城乖乖闭上眼睛，等沈毅提醒后，才慢慢睁开眼。只见灰色布料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立体微缩海滩场景模型。整个作品展现出了一片大海、沙滩、海浪、礁石和贝壳，生动且精致。海滩的另一侧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远处还有一座小巧的海边小屋，四周被心形的植物环绕，旁边的灯塔则在静静的闪烁，散发着爱情的光芒，仿佛沙滩也是通往爱情的路。叶城愣住了，目光中带着震惊与感动。他看着这个作品，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沈毅真的为他做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好看吗？沈毅轻笑着问。叶城傻傻的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满是感动。我亲手做的。那阵子脖子不太舒服，因为这个作品，我当时在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回忆留住也不错。沈毅微微一笑，眼中有些自豪。不过第一次做，很多细节都得反复调整。那个海浪，我吹了好多遍才满意。叶城愣愣地看着他，嘴角勾起，轻声说：“谢谢你。”沈毅微微一笑，走到他面前，轻轻低声道：“生日快乐。”叶城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低声应道：“谢谢你，沈毅。”随着时间的流逝，叶城的驾驶证也在8月中旬顺利拿到了。叶志胜特意为他购买的那辆 Panamera 也顺利办理好了所有手续，停在家里的车库里。虽然沈毅和叶城的关系不像刚开始时那样每天都要在一起吃午餐，但2人依旧保持着亲密和默契。白天各自忙碌，晚上则一起回公寓，享受属于他们的时光。此时，叶城的寝室4个女生难得凑在一起，张瑶和何若楠决定不考研了。张瑶觉得没兴趣，何若楠家里也没有条件提供帮助，所以大家都开始忙着实习，为毕业做准备。转眼就到了12月，沈毅和叶城申请的研究生入学时间是第2年秋季，也就是2人毕业后的暑假。offer 的发放预计要等到过完年的3月。叶城一想到 offer 的事情，心里就有些紧张。他和沈毅都申请了3所学校，沈毅成功接到了所有学校的 offer， 而叶城却拖了很久，直到7天后才收到了1所学校的 offer， 而沈毅则已经收到了3所学校的 offer。2人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学校，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了缴纳保证金的手续，注册了学校的官方学生邮件。开学前，除了各种疫苗接种证明和健康证明外，还有一大堆琐事。沈毅常说，这都算是人生的附加任务了。毕业的最后1个学期，沈毅沉浸在他的毕业设计中，
而叶城则与他的毕业论文展开了生死较量，真是头发掉的一片片。在大学时光的最后几个月里，所有人都过得忙碌且充实，每个人都好像没时间停下来看自己，毕竟大家的毕业前景已经开始拉开序幕。时间一晃而过，很快6月的到来了。各个学校的答辩时间不同，但叶城他们的答辩时间大致都集中在6月中旬。大家都忙着赶回学校，匆匆准备好一切。答辩结束的那天晚上，叶城和沈毅决定留在寝室过夜。毕业照开完，毕业典礼结束，大家开始拜，甚至有些同学答辩离开了这个陪伴了他们4年的校园。对于叶城和沈毅来说，他们都没有英文名，直接用的自己的本名，大家也习惯了直接叫他们的名字或者姓氏。刚到这所全球排名前3的学校时，叶城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些同学的优秀一度让他觉得自己在学术方面有些黯淡无光，但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受罢了。毕竟在外国同学眼中，她是那种冷艳的美人，但只限于在人前。因为她有个超级帅又有钱的男朋友，所以冷美人一到沈毅面前，立刻变成了乖巧的小猫咪，简直让人忍不住想捏捏她的脸。至于沈毅，他与同学们的关系特别好，帅气又优秀，自然吸引了不少女生的目光。虽然有不少女生表现出了好感，甚至有明确表示喜欢的，但大家知道他有一个深深爱着的女朋友后，都会笑着祝福他们。这1年过去了，沈毅和叶城在学校里已经混得如鱼得水，尤其是叶城进步神速，简直就像是开挂了一样。沈鸿天在 C 市中心买了一套价值上亿的顶级豪宅，回家休整了3天后，他携大儿子一家和沈毅一起驱车开了叶家提亲。这场提亲非常简单，2家人没有请客，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当然，也不只是沈叶2家，沈毅外婆那边也需要出席。整个宴会差不多有2桌人，场面虽不盛大，但却也非常温馨。沈家带来的订婚礼当然是十分豪华，叶志胜看着这些礼物，心里感受到的却更多的是沈家对叶城的重视和诚意。订婚半年后，研究生终于毕业。毕业后，沈毅和叶城决定回国。叶城由叶志胜引荐进入公司，从基层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沈毅则进入了国内顶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虽然他在 C 市的分部，但2人还是保持着联系，心里也各自期待着下一步的发展。寒来暑往，沈毅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公司园丁的身份，开始参与项目。与此同时，叶城也在一场并购案中，凭借过人的能力，得到了公司高层的肯定。A 市建筑事务所分部成立的那一年，沈毅被委以重任，全面接手了 A 市分部的事务所，并成功拿下了一个地标性建筑的项目。这不仅是职业上的突破，也是他与叶城并肩奋斗的一个新起点。在这1年，沈毅几乎要崩溃了，但好在终于结束了2年的异地恋。自从搬到一起住后，沈毅变成了每天送叶城上班的忠实粉丝，员工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都知道，小叶总有一个超级帅又有钱还粘人的未婚夫。第2天，各大新闻网站就发布了沈家和叶家联姻的消息。虽然他们不是明星，但毕竟是豪门联姻，再加上2人本身就是颜值担当，这事儿一下火了好一阵子。本以为这是一次没有感情基础的豪门联姻，结果网友们挖出了2人大学时的点点滴滴，纷纷磕起了豪门强强联手的 CP， 掀起了一波热潮，连带着2家公司的股票都蹭蹭上涨。一夜之间，2人的粉丝数猛涨了几10万，大家纷纷讨论这对理想情侣是不是该上个热搜了。到了年底，2人终于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婚礼的准备也正式提上了日程。有一天，沈毅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走进了卧室，突然单膝跪下，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枚璀璨的钻石戒指。我最最最爱的叶城小姐，愿意嫁给你，我可以陪你一起看一辈子的日出日落，我可以陪你在厨房里做最平常的温，我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所有的心动都只属于你，愿意吗？叶城一脸羞涩，却坚定的点头，我愿意。他伸出手，沈毅亲手为他戴上了那枚精心设计的戒指。我愿意，不论是浪漫的誓言，还是平凡的生活，只要有你在，便是我最渴望的美好人生。然而，第2天，叶城突然觉得肚子疼，被助理送去了医院。沈毅听到消息后，差点从公司跑到医院去，几乎是一路狂奔，嗓子都快冒烟了。最终，他在医院妇产科门外的椅子上看到了面色有些愣的叶城。怎么了？他喘着气问道。叶城拍拍旁边的座位，别激动，我也没事，就是怀孕了。沈毅愣住了，脑袋瞬间空白。怀孕？那是什么病？不对，好像不是病。他茫然地低头看向叶城那平坦的小腹，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中，傻乎乎地坐在那里。片刻后，他突然笑了起来，咧开嘴问：怀孕了？那是男孩女孩？叶城满脸无奈。这时，沈毅的助理提醒道：沈总，小叶总裁怀孕6周，而且医院规定不让说。沈毅点了点头，笑容几乎要飞到天上了。叶城的助理小心提醒：沈总，您还是抱着我们小叶总吧，他今天上午差点晕过去。沈毅一听，心里一阵紧张，立马把叶城抱起来，顺手给了助理一个赞的眼神。助理忙前忙后，直到回到家，叶城已经在车里睡着了。沈毅眼中满是宠溺，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不忍打扰他的休息。他这段时间都这样吗？沈毅站在卧室门口，
眉头紧锁地问助理。助理点了点头，眼神中带着些许忧虑。小叶总最近一直觉得不太舒服，沈总，您得多多照顾他。公司那边，小叶总打算暂时交给叶总了，因为医生说他有先兆流产的迹象。什么？沈毅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打断了助理的话。先兆流产？那为什么不住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沈总，别急啊，您先听我说。助理急忙解释，医生说这是因为劳累引起的，情况还好。小叶总第一次怀孕，不太懂，昨晚还以为是来例假了呢，结果见红了。医生说出血量不大，只有一点点，没事的，只需要卧床休息，1周后再复查彩超核孕通知。说着，他迅速打电话给沈凯，请了2个保姆来照顾叶城。在叶城休息期间，沈毅不敢懈怠，挨个通知了2家的亲戚朋友。大家听说后都既开心又担心，原本打算探望的，但考虑到叶城需要静养，决定等他稳定了再来看。而在这段时间里，叶志胜也重新全面接管了公司的事务。终于孕吐期过了，叶城稍微感觉舒服了一些，沈毅松了口气，心想着终于可以安稳度过孕期了。结果谁知道才7个月的时候，宝宝就给他们来了一点惊喜，早产。凌晨5点，叶城突然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涌出，赶紧被保姆和司机陪同着去医院。医生检查后确认是胎膜早破，宫口还没开，只能先进行保胎。沈毅快要抓狂了，心里一阵慌乱。产检时一切正常，怎么现在会这样？看着叶城痛苦地打着促胎儿肺部发育的针，沈毅几乎要崩溃了。只从他皱着的眉头上就知道这该有多疼。就在大家以为情况渐渐稳定的时候，宫内保胎的第7天，叶城突然发高烧，医生怀疑是宝宝宫内感染，紧急安排了剖腹产手术。沈毅即使双眼红肿，但还是忍住了泪水，尽量冷静理智地握着叶城的手，给予他最大的安全感。终于，太阳刚刚升起，宝宝顺利出生，重量轻重，是个小男孩。医生检查后说一切良好，直接送进了保温箱。当所有亲戚朋友赶到医院时，叶城已经被送回了病房。孩子的名字是沈成辉，寓意承接阳光，光辉灿烂。大家都叫他程程，一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叶城坐完月子后，韩薇薇也在 H 市的医院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韩可爱。在沈成辉4岁之前，叶城决定将公司总部搬到 C 市，因为这里的教育资源要比 A 市更有优势。沈成辉上幼儿园后，绝大多数是爸爸妈妈来接他，但偶尔也会是司机叔叔接送。每次这样，沈成辉板着小脸，总是很体贴地说：“司机叔叔接送也可以。”沈毅看着别的孩子见到爸爸妈妈时那种热情扑过来的镜头，不禁满眼羡慕。阳光洒满大地，天空湛蓝如洗，温暖的微风中弥漫着欢声笑语。他们的故事依然在继续。